你继续可以讲第三个挑战。我在作曲的过程中，跟 Selina 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啊。前面讲了2个挑战，第3个挑战就是他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又是每天都要做歌的这个问题。好，那之前安排他跟 K 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好，我那时候就把他们就是把他们的意见都已经说完了，然后我就做最后的补充，我说神给我的带领是这样，好，我们要翻译经文歌，我们要慢慢的做，我们要每天一首歌。好，他们2个就傻在那。那Selina 姐妹不是没有试图劝告我，哈，说我们音乐系的哈专业的，我们老师这样说哈，我们1年不过就最多3首还是1首哈，我忘记了。一年有3首，对不对？好，没有人1天1首的，简直是，对不对？那粗制滥造嘛，就为什么不几首歌好好打磨呢？哈啊，我们老师说这个，我们老师说那个，这样哈。我说实在话，他讲的我完全认同，我100%认同。人家老师是音乐专业的教授，肯定说的是对的，对不对？好，只是我的为难，他也不见得能够理解哈。今天我觉得这个误解在我自己周围的姐妹们也有啊，就是说好像你很能，你每天都要搞一首歌出来，你想要证实什么，对不对？那我就特别委屈了，我说啊，是自己是被鸭子赶上架的啊，我是被赶鸭子上架，我没有觉得我可以做到。但是神的带领很清楚，所以我就被迫做到了。那我也不是不想要听他老师的意见，他老师的意见也很好，一年3首多轻松啊，对不对？问题是，如果我要是作曲碰到了困难，也不是他老师来救我啊，对不对？还是神来救我啊？那他带领我的，那他遇到难处，他要帮助我的，也不是他的老师，是不是？还是神嘛？所以我最后还是不能听他老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对他很抱歉啊。我说我真是不好意思，我知道你为难了哈，我就给他一个空间。我说这样好不好？我知道神怎么带领我哈，这个我也不需要说服了所有的人才去顺服神。好，我知道我该顺服，那这是我的责任，毕竟我跟神交账嘛。我听清楚了，不顺服我要负责。好，那至于你呢？哈，我这样要求你也不公平。好，那你就这样哈，1、2礼拜里面，1个礼拜有1首歌、2首歌，如果你觉得有潜质的，你就做它，好吧？那如果不好，你就放着。好，我不要给你这个压力，让你自己按着你的时间、你的能力。好，你的意愿来跟，好，能够跟上就跟上，好，我就把这个空间让出去。我说你千万不要觉得有压力哈，我说我每天发给你哈，是锻炼我自己的纪律，第一点，好，第二个我有一个小团队哈，我跟他组成一个小团队，他就是 hold me accountable， 就是让我有一个纪律，就是我发过去好不好不重要，重点是我今天锻炼了，我今天伸展了。我今天想办法把我的筋拉开哈，我今天把1小时半小时我 focus 在做歌这件事情，好，我尝试了，我努力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要交账的哈，我就做了哈。那好不好那一回事啊，能不能做成歌，这个就不能我来决定了哈。我如果歌曲不好，这个话又说回来了，说主啊，你选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材料，几斤几两，那不好也不能怪我，对吧？那不好你要去找会做的人，找我你就知道会不好了，是不是？那我也不能为这个负责，是不是？所以我就说我尽力，我就做了我能够做的份儿。好，今天如果只能40分，那就40啦。那只能40，明天45分，那我就是感谢赞美主了，对不对？好，那我就是抱着这样子的态度。好，那当然我这过程我也祷告，我也请我们教会的祷告小组就说，我的同工哈，他撑不了这个工作量，好，怎么办？就主，你跟我说怎么办，对不对？那我就觉得他撑不下去，那我也理解，人家有全职的工作，对不对？又在教会服侍，上面有父母要照顾，下面有女儿要养，还要照顾先生，对不对？哪有，这简直是每天1首歌，真的是另外一个 full time job， 第2份全职工作。这样子要求对他真的太高了哈，我也体会，我说实在话我也体会了。但神这样要求我又没有全职工作啊，那我觉得这个重担放在他身上，的确也很为难他哈，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怎么办？好。
那后来呢，我就觉得他很妙，他花了很久想说服我不要那么快，我最后也没听嘛。那后来他就也不说服我了，他就想办法跟上。那他有时候跟我讲说，今天这几首歌哈，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每个修改，我就看一些有潜力的，我就好好的改哈。那有一些歌呢，就差不多就我就按照你原本的，我就也出给你了哈，我也不改了。那我就把精力集中在一个礼拜可能1、2首上面。我说这样好，这样好，这样非常好哈。他居然跟上了耶！我说太不容易了。那我想说，估计对有一段期间，我真的觉得他应该玩不下去了，他应该会放弃了。我觉得我会遗憾啦哈，因为在那个过程中，就是我没有帮手，我的确是做不下去。我也老实跟他说，我说没有帮手，我没有办法走到这里。好，但是呢，这个帮手也不能可能是强求来的，他也没付钱，我也没有钱给他，对不对？人家说了，这一首帮我听写至少20块，帮我配乐至少要200块美金，对不对？那每一首都做，哎呀，太为难人家，对不对？那我老公有说，你知道你欠Selina多少钱吗？我说我没有欠他钱，我还不起。我说神欠他，神纪念，神报答哈。他如果愿意的是，那神要奖赏啊。我说我自己也没领钱了，这是又大又难的事情，所以我就说这个我只能常常为他祷告哈，愿神纪念了。好，但是后面能不能熬下去，能不能坚持下来哈，真的不是我的意愿能够做到。我只能说，如果你愿意坚持下来，我们就盼望神给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赏赐哈。那如果不能那我也不怪你，真的不怪你。好，我会继续祷告，求神带帮手来哈，因为我也的确需要帮手嘛哈，我就这样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他那一方面是怎么考虑的哈，他居然一首一首他也没放弃哇，我就觉得太不容易，因为说实在话，我们这样子合作哈，8、9个月下来，每次都是线上交流，好，就是微信来微信去的，好像这样子面对面的线上说话，好，见到人脸这样说话，这是第2次，第一次就是跟 K 老师开会嘛，那我也蛮好奇啊，就是说，Selina 就是怎么就在这么大的工作量，有时候我看见他半夜2、3点还在弄歌，哎呀，好心疼啊！我说，因为我真的太知道了，我唱一首歌5分钟、10分钟，要是情况不好，磨个一两小时，也就唱那么一次。可是他不一样啊，他拿到了一首歌，他要听，对，反复的听，然后要写下来，然后他要修改，对不对？那修改了以后要琢磨，在钢琴上找怎么样，然后呢，他还要练习，然后最后还要配乐。一首歌在他手上会过个5、6次，对不对？那他对我的歌比我对我的歌熟悉很多啊，有时候我都唱晕了。我说这曲调我到底用过没用过？好耳熟啊！他就说用过了，这2句用过了，或者整个副歌都重复了，要换啊。但他比我熟悉啊，我问他那个清楚啊，他手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每一张手写的这个谱哈，用的很厚一叠了，200多首了已经，是不是？对啊，我就觉得哎呀太感动了，我就是蛮好奇的，Selina，就是当初为什么这么大的工作量，你为什么没有决定就放下来，或者是按照我说的一两礼拜做1首歌就行了？你为什么愿意坚持下来？这是我特别好奇，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太难，不是所有人能够做到的。我是看嘛，这是神的工作嘛，神的工作，然后你用的歌词不是我们属世的歌词，都是经文，所以这件事要认真对待，是吧？然后你又是一个就像新生的娃娃一样然后有着那么大的抱负，又有着这么大的这个背负着这个就是全部都是经文的东西，所以这件事要认真对待，是神赐予的圣功，是吧？所以要坚持，要认真的对待，不能马虎。师母啊，真的刚才听到你们分享啊，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世人眼中看又大又难，而且好像还没啥意义的工作。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要把这个诗歌做了是要赚钱呢，还是要出名啊，还是要得利呀，对吗？这个在世人眼中看，你们就花这些时间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在神眼里，它都是一块一块的宝石，将来都镶嵌在我们永恒的国度的那个荣耀的冠冕上哈，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所面对的不是对方啊，我们和对方都是有局限的啊，甚至彼此亏欠的人。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不一样了，因为神没有亏欠我们任何，而且他把自己完全舍掉了，他真的就是为我们付上了他生命的所有代价。而我们这一些真的是罪人呢，就是尘土都不如的罪人，却被耶稣捧为掌上明珠这样来看待我们。其实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这个侍奉的路程当中，不是对对方的好处，是对我们自己有最大的好处。我听雪伦师母在讲，我也感受到，不光这个事工给我们的孟旦姐妹啊，让她学谦卑，她是个专业的，她来学谦卑，更也让我们雪伦师母来学自己的那个谦卑的功课。因为雪伦师母毕竟她是师母，是吗？而且她有各方面的非常好的才干，但是神就选择了她一个最弱的、最软弱的一个软肋来使用她。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就看到这个工作不是人，也不是为了荣耀人，因为我们实在没什么可值得荣耀的，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所有的这一切如果能做成的话，那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奇妙的恩典，他奇妙的作为，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真的我们要把自己交上献上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器皿，成为一个荣耀耶稣的这么一个蒙神使用的器皿就是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以至于闪出它的荣耀的光来。